几乎所有人都幻想过这样的场景：一艘外星飞船降落在联合国广场，走下来几个友善的外星人，把可控核聚变、反重力引擎、癌症治愈剂、意识上传技术一股脑交给我们。一夜之间，人类告别了能源危机、疾病和死亡，直接跨入星际文明时代。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不是人类的福音，而是人类文明的葬礼？那些我们梦寐以求的外星黑科技，很可能会在100年内彻底摧毁我们用了1万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要理解这件事儿，我们得先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技术的影响永远取决于使用技术的文明的道德水平。而人类文明最大的悲剧，就是技术的发展速度永远远远超过道德和制度的发展速度。我们用了300万年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用了1万年建立了农业文明，用了300年建立了工业文明，但只用了70年就从只能扔石头发展到了能把整个地球炸平几十次。而我们的道德水平其实和2000年前的古罗马人没有本质区别。我们依然会为了资源发动战争，依然会为了利益互相残杀，依然会把最先进的技术首先用在制造杀人武器上。如果外星人真的把领先我们1万年的科技交给我们，第一件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世界和平，而是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是一场能把人类彻底抹去的世界大战。你想想，现在人类仅仅掌握了初级的核技术，就已经让整个世界在核阴影下颤抖了70年。如果外星人把反物质炸弹技术交给我们，一颗反物质炸弹就能炸平整个大洲。你觉得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会坐下来商量怎么和平使用这项技术吗？当然不会，他们会第一时间疯狂制造反物质炸弹，然后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敌人。只要有一个国家先动手，整个人类文明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彻底消失。就算没有爆发战争，先进技术带来的社会撕裂也足以摧毁人类社会。现在我们仅仅是有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信息茧房、阶层固化和精神危机。如果外星人把意识上传技术交给我们，让富人可以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服务器获得永生，而穷人只能在现实世界里生老病死，那人类社会会分裂成2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永生的神和必死的凡人。到那个时候，阶级固化会变成永恒，穷人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人类文明会彻底失去前进的动力。更可怕的是技术依赖带来的文明断代。人类今天的科学体系是用了几千年的时间，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来的。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从爱因斯坦到霍金，每一个理论的诞生都伴随着无数的实验、争论和失败。正是这个过程培养了人类的科学精神和探索能力。如果外星人直接把大一统理论、曲率引擎技术、暗物质利用技术交给我们，我们就会立刻失去探索的动力。没有人会再去研究基础物理，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已经写在那里了。没有人会再去做实验，因为外星人已经把所有的实验结果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只需要照着外星人给的说明书制造出各种高科技产品就可以了。但这样一来，人类就会变成技术的奴隶，而不是技术的主人。我们只会用这些技术，但永远不会理解这些技术背后的原理。这就像你把一辆现代的坦克交给一个原始部落的酋长，酋长会非常开心，用这辆坦克征服了所有的部落，成为了整个大陆的王。但他永远不会知道坦克为什么会跑，不会知道发动机的原理，不会知道怎么制造汽油，不会知道怎么修理坏掉的零件。等到坦克的汽油用完了，零件坏了，这辆坦克就会变成一堆废铁。而整个部落的人因为已经习惯了用坦克打仗，早就忘记了怎么制造弓箭和长矛。到那个时候，这个部落的战斗力反而会比以前更弱。人类文明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习惯了使用外星人给的黑科技，我们就会忘记怎么自己研发技术。等到有一天外星人走了，或者他们给的技术出了问题，我们就会瞬间跌回石器时代。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重新发展科学技术的能力。因为我们的后代从出生开始就只会用外星人的技术，他们根本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不知道怎么观察自然，不知道怎么做实验，不知道怎么提出假设和验证。除了文明断代，还有一个更隐蔽也更致命的陷阱，就是技术的控制权。你真的以为外星人会无缘无故把最先进的技术免费送给我们吗？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馈赠都有其代价。外星人给我们的技术很可能从一开始就留好了后门，他们给我们的能源系统可以随时远程关闭，他们给我们的通信系统可以监听我们所有的信息，他们给我们的人工智能其实是他们的间谍。到那个时候，人类文明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了外星人的手里。他们想让我们活，我们就能活；他们想让我们死，我们立刻就会灭亡。我们会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变成他们的奴隶，变成他们的实验品，而我们对此毫无反抗能力。
因为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来自于他们，我们所有的弱点都被他们掌握得一清二楚。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大航海时代，欧洲人把火枪和钢铁技术带给了美洲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非常开心，以为自己得到了先进的技术，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欧洲人给他们的火枪都是劣质的残次品，他们给印第安人的钢铁都是用来交换黄金和皮毛的。等到欧洲人的军队到来的时候，印第安人手里的火枪根本打不过欧洲人的正规军，而他们自己的传统狩猎技术早就已经荒废了。最终几千万印第安人被屠杀，他们的文明被彻底摧毁。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人类和外星人之间，只会更加残酷，因为我们和外星人的科技差距比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差距还要大得多。印第安人至少还能看懂火枪是什么，还能学会使用火枪，而外星人的技术我们可能连理解都理解不了，我们只能像原始人崇拜神灵一样崇拜外星人的技术，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统治。还有很多人说外星人可以帮我们解决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陷阱。如果外星人给了我们无限的能源，给了我们无限的粮食，让所有人都不用工作就能衣食无忧，那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最根本的动力就是生存压力。因为要吃饭，所以我们发明了农业；因为要保暖，所以我们发明了纺织；因为要打仗，所以我们发明了冶金；因为要交流，所以我们发明了文字。如果所有的生存压力都消失了，人类就会失去所有的前进动力，我们会整天吃喝玩乐，醉生梦死，再也不会有人去研究科学，再也不会有人去创造艺术，再也不会有人去探索未知。到那个时候，人类文明就会彻底停滞，然后慢慢退化。我们会变成一群被外星人圈养的宠物，每天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没有思想，没有追求，没有灵魂。这比直接被外星人消灭还要更加可悲。很多人会反驳说，万一外星人是善良的呢？万一他们真的是想帮助我们呢？就算他们是善良的，他们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的需求。就像我们人类觉得把野生动物关进动物园，给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环境是在保护他们，但对于野生动物来说，失去自由，失去自然的栖息地，失去捕猎的能力，其实是最大的折磨。外星人也是一样，他们可能觉得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能源和食物，让我们不用再受苦，是在帮助我们，但他们不知道，正是那些苦难，那些挣扎，那些奋斗，才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灵魂。没有了这些，人类就不再是人类了。其实仔细想想，外星人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任何先进的科技，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他们只是在旁边静静地观察我们，看着我们自己一步步发展，自己一步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没有干预我们的战争，没有帮助我们治愈疾病，没有给我们提供能源。这不是因为他们冷漠，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只有我们自己经历了战争的痛苦，我们才会懂得和平的珍贵。只有我们自己经历了疾病的折磨，我们才会懂得健康的重要。只有我们自己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牺牲，我们才会懂得科学的价值。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别人轻易送给我们的，我们永远不会懂得珍惜。人类文明的伟大之处，从来都不在于我们拥有多么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永不放弃的精神。我们从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只弱小的猿猴，一步步走到今天，靠的不是外星人的恩赐，而是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大脑。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灾难，无数次的灭绝危机，但我们都挺过来了。我们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我们探索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登上了月球，我们把探测器送出了太阳系。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到的，没有任何人帮助我们，也没有任何人需要帮助我们。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走下去，我们会自己研究出可控核聚变，会自己制造出星际飞船，会自己探索整个银河系。虽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会很艰难，会有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但这才是属于人类的荣耀。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了真正的星际文明的时候，我们会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遇到那些曾经观察了我们几万年的外星人，他们会笑着对我们说，恭喜你们终于长大了。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其实他们早就可以把所有的技术都交给我们，但他们没有那么做，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自己成长起来的文明才有资格在宇宙中立足。说不定此刻就在我们头顶几百公里的高空就有一艘外星飞船，飞船里的外星人手里拿着一整套领先我们1万年的技术手册，他们看着下面的人类，看着我们为了研究核聚变而日夜奋战，看着我们为了治愈癌症而不懈努力，看着我们为了飞向火星而勇敢前行。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后把手里的技术手册放回了抽屉里。